小伙提前下课回家，却听到母亲的卧室里传出奇怪的声音。小伙偷偷上前查看，没想到却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。当父亲出差回来后，小伙便第一时间催母亲辞职。见母亲拒绝，还提到工厂里的刘总要给他涨工资的时候，小伙更是恨得牙痒。女人不知道自己的秘密早被儿子撞破了，而他更是万万料不到，儿子竟会因此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农民赵家良和妻子程凤芝同在一家水果加工厂工作，儿子赵晓东已经念高3了。赵家良原本以为自己的家庭很幸福，却万万没想到，在他出差期间，自己美艳的妻子出状况了。这天，赵晓东带着朋友回到家中，可本该空无一人的家里，却隐隐传来女人的呻吟声。他顺着声音推开房门，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。女人的声音显然是来自自己的母亲。震惊和厌恶感瞬间涌上他的心头，他马上带朋友离开，并偷偷躲在了楼下。干柴烈火之后，男人潇洒地离开了。一旁的赵晓东看得分明，这个男人正是父亲工厂里的上司刘自鹏。赵晓东顿时怒火中烧，但他没有立刻揭穿母亲，而是向父亲赵家良挂去电话，让他尽快回到家中。此时的赵晓东万万想不到，撞破了母亲的秘密，自己的家也将被推向分崩离析的边缘。赵家良回到家中后，赵晓东一直闷闷不乐，终日对程凤芝板着脸，并劝他从工厂辞职。不料夫妻俩都不肯同意。原来赵晓东并没有将自己发现的秘密告诉父亲。此时赵家良还觉得儿子不懂事，认为妻子的工作来之不易，且或多或少也能给家里增添一份收入。可赵晓东却无法容忍母亲做出破坏家庭的行为，再三犹豫之下，他警告程凤芝，自己看到了那天下午的事，父亲也是他叫回来的。他想劝母亲离开那个男人，就当这一切从未发生过，一家人还能像以前一样。然而程凤芝的沉默犹豫却让赵晓东疯狂了。我告诉你，谁要是想毁了这个家，我就毁了他。这天晚上，刘自鹏刚开车回来，却突然遭到了袭击。但由于实力差距太大，刘自鹏很快扭转了局势。可当他看清赵晓东的脸后，紧握的拳头却悬在了半空中。赵晓东的报复计划显然失败了。想起之前撞见的不堪的一幕，无助的他只能痛哭流涕。可赵晓东不知道，自己母亲的心早已不在父亲身上。和风趣帅气的刘自鹏相比，赵家良显然相去甚远。刚和丈夫亲热完的程凤芝，此时也是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回忆着和刘自鹏的浓情蜜意，程凤芝是更加看不上现在的枕边人。因为这层见不得光的关系，刘自鹏给程凤芝安排了一间舒适的房子。赵家良感叹自己在工厂勤勤耿耿干了10来年，都没能有这般待遇。而程凤芝仅来了2个月，就得到了刘自鹏的青睐。程凤芝闻言只能借口说刘自鹏是看赵家良的面上安排的，随后便找理由匆忙去上班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刘自鹏竟突然向自己提出了分手。原来由于赵家良已经回家，赵晓东也知道了2人的事。刘自鹏不想闹出事情，于是便想结束这段见不得光的感情。然而程凤芝却已经无法自拔，说什么都不愿意和他分开。可刘自鹏心意已决，他知道2人的关系如果败露，他的名誉将毁于一旦，在工厂里也无法立足。那天晚上，他已经从赵晓东的眼中看到了极其强烈的恨意。2人都有各自的家庭，他不希望以后他的孩子也对他有这种恨意。程凤芝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只能掩面而泣。然而就在他们互诉悲情的时候，赵家良竟凶神恶煞地来到了门外。原来他在家里打扫卫生时，无意中发现了掉落在床底的避孕套。他立刻意识到妻子已经出轨，而出轨对象很有可能就是刘自鹏。他怒不可遏地向工厂冲去，来到刘自鹏的办公室门口，却发现门已经反锁。听到里面开门的动静，赵家良立马闪到一边，没想到竟看见妻子泪流满面地走出来。亲眼看到这一幕，赵家良心里顿时五味杂陈。然而他却并没有爆发，而是默默地把这件事藏在了心中。一家3口就这样各怀心事地相处着。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这天赵晓东偷听程凤芝的电话，发现母亲还在和刘自鹏联系，顿时忍无可忍地对其咆哮起来。而下班刚回来的赵家良
见儿子态度恶劣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就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赵晓东无法忍受这种委屈，最终顶着大雨冲出了家门。没多久，赵家良就找了过来，他愧疚地来到儿子面前，赵晓东则抱住父亲放声大哭。此刻他终于憋不住，将母亲出轨的事说了出来。赵家良万万想不到，原来儿子早撞破了妻子的丑事，心中顿时是更加的苦涩。但他还是马上安慰儿子，相信程凤芝会及时醒悟，回到父子俩身边。然而现实却无情地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程凤芝始终放不下刘自鹏，经常徘徊在刘自鹏宿舍附近，看着刘自鹏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场面，他的心宛如刀割。可刘自鹏对程凤芝的纠缠却开始恐惧了，下定决心不再和程凤芝有任何瓜葛。可他不知道，自己早已深陷泥潭，而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也在悄然上演。赵家良思前想后，先是找上了刘自鹏，提出留厂工作不再出差的要求。心虚的刘自鹏强装镇定地答应了，可眼睛却始终不敢直视赵家良。找完刘自鹏后，赵家良又试图劝说妻子，想让程凤芝辞去工作回归家庭，一家人还像以前那样好好过日子。正好儿子也要升上高3，需要程凤芝照顾。虽然赵家良没有明说，但压抑的气氛还是让程凤芝察觉到丈夫已经发现了她的秘密，而赵家良这是在尽自己所能挽回这个家。然而他不知道，脱缰的野马已经是拉不回来了。程凤芝此时满脑子装的只有刘自鹏，他再次联系上了刘自鹏，想约他见最后一面。刘自鹏不堪其扰，只能勉为其难地答应。到达约定的地点后，刘自鹏立刻痛斥程凤芝为何还在苦苦纠缠着自己，可程凤芝却仍然表示自己无法放下。她紧紧抱住刘自鹏，想挽回情人的心，甚至提出2人都回去离婚，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可她不知道，刘自鹏对她只是玩一玩的心态。你做梦去吧你！我不会为了你跟我老婆离婚的。刘自鹏奋力甩开程凤芝的双臂，最终承诺会给程凤芝一笔钱，2人好聚好散。程凤芝不甘心，想以死相逼，但刘自鹏还是决然地离开了。程凤芝为此心伤流泪，可她万万料不到，刚才的一切竟都被躲在暗处的丈夫看到了。赵家良恨得咬牙切齿，脑海里竟浮现出一个害人的念头。当天晚上，赵家良悄悄潜伏在刘自鹏家门口，见赵家良上楼后也紧跟上来，并敲响了房门，手中握着的竟是锋利的砍刀。而次日，警察就来到了赵家良的家中调查取证。刘自鹏昨晚被人杀死在自己家中，警方在刘自鹏的手机里发现，他临死前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程凤芝的。程凤芝顿时震惊不已，冷静下来后，她怀疑是丈夫下的杀手，因为昨天她就发现赵家良莫名地磨起了菜刀，可赵家良却面无表情，既不肯定也不否认，只是认为刘自鹏一死，他们一家人又可以恢复往日的生活了。程凤芝闻言更是肯定了心中的猜想，顿时崩溃不已。家良，家良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儿子啊，可是杀人是犯法的呀，犯法的呀！程凤芝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出轨的事，她担心丈夫被抓进去，这个家就毁了。然而赵家良听到后却一跃而起，将胸中的苦闷和愤怒倾泻而出。他之所以一忍再忍，就是指望妻子看在家庭的份上，能和刘自鹏一刀两断。可程凤芝却一次又一次地让他失望，连儿子都无法让他回头。赵家良心中实在太恨了，但事已至此，赵家良知道警方肯定会查到真相，于是便决定去自首。可就在这时，儿子赵晓东却突然闯入，阻止赵家良自首。而让人奇怪的是，当赵家良看到儿子的时候，却莫名慌张了起来，马上跟儿子强调，既然事情是他做的，他就需要去承担。可一向听父亲话的赵晓东，这次却死活不让赵家良自首，而他随后说出的话更是让人震惊：人是我杀的，人是我杀的！随着一声悲呼，赵家良跌坐在地，而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也惊呆了程凤芝。原来那天晚上，赵晓东先赵家良一步来到了刘自鹏的家中，当时他只是想请求刘自鹏离开母亲，不料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。刘自鹏告诉赵晓东，不是他不离开程凤芝，而是程凤芝一直纠缠不休，甚至想抛弃家庭和他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
你妈都不想要你了，你还以为你妈有多爱你啊？带着豁出去的决心来找刘自鹏，没想到听到的却是这些。赵晓东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，情绪渐渐失控。而刘自鹏万万想不到，他接下来的话竟将自己推入深渊地狱。这女人啊，贱起来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赵晓东被刘自鹏侮辱的话语激怒了，奋不顾身地向刘自鹏扑去，但还是被刘自鹏轻松制服。刘自鹏嘲笑了一番赵晓东不自量力后，便开始驱赶赵晓东离开。全然没想到，此时的赵晓东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。他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对着毫无防备的刘自鹏刺了过去。声声惨叫过后，刘自鹏缓缓倒在了地上，很快就没了动静。随着鲜血缓缓流出，赵晓东才慢慢缓过神来，瞬间吓得四肢发软，瘫倒在地。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赵家良拿着刀来到了刘自鹏家门口。赵家良泣不成声，他懊悔自己去晚了一步。取刘自鹏性命的人本该是自己，可最终却是儿子的双手染上了鲜血。赵家良转而怒斥程凤芝，一切都是因他而起，是他将儿子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赵晓东不想失去这个家，也不愿看到父亲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可没想到最终竟是这样的结局。事已至此，他打算向警方自首，但赵家良却不同意。儿子还年轻，进了监狱那这辈子就彻底毁了。他决定替儿子顶罪。一旁的程凤芝也缓缓站起，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的错，他应该承担这个罪名。可赵家良却喝止住了他，让他在家好好照顾儿子。赵家良心意已决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儿子赵晓东最终还是在夜里偷偷跑到公安局自首了。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就此毁了。母亲的背叛却让孩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赵晓东的青春岁月只能在铁窗中度过了，实在令人心痛惋惜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